这是我抛夫弃子旅行的第2天，阿根廷。从休斯顿离开，我现在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在呢，很快就要降落了，还有20分钟。刚才这段我都听懂，他说的是我们非常荣幸，本段航班上我们迎来了一位来自铁岭的喜剧明星，谢谢。就是熟悉了入海关模式，走。要不咋说人家能带孩子呢，人家就是能带。第一站我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非常出名的多彩艺术区博卡区。他说是一个开放的艺术博物馆，我觉得也是，确实有很多画很漂亮。哦，好漂亮，他家好漂亮，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这张。You don't need glass, and you can put it on the wall. 我喜欢它的强势，来买。他说这个地方啊，其实以前是贫民窟，因为当时的穷人都被塞到了这个拥挤、狭窄、破烂的这个街区里，大家觉得居住环境太丑陋了，就去附近的海港偷回来一些涂抹集装箱啊、船呢用的油彩，把他们的家园涂成了一块一块的这种色彩拼接。而当时有钱的那些殖民者住的都是欧洲风格那种以灰白棕为主的房子，所以在当时，只要你看见五颜六色的地方，就代表这是穷人住的地方。他说我们需要生命中有一些色彩，然后结果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艺术代表，所有的空间都在利用着，所以特别的闭塞。然后包括就是这是一个小，就是大家能一起乘凉、一起听音乐的地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了2天之后，我要启程前往伊瓜苏去看伊瓜苏瀑布。早上好，朋友们，我起床了。阿根廷人的英语太有意思了。我今天早上给吧台打电话，我说我可不可以要一杯冰美式 ？I want an Americano, please。他们说。What about America？ 美国怎么了？美国怎么了呢？美国发生了很多事儿，但是这不是我要今天讲的话题。我今天找了一个当地的导游给我讲解，在去看瀑布的路上，他就给我讲关于伊瓜苏瀑布美丽的传说。这传说给我听生气了，其实大概就是说呀，从前有一个公主，她无比美丽，美丽到什么程度呢？就瀑布看见她洗澡，水就停下来了。我其实很想问，那她怎么洗这个澡？你说因为太美丽，水老停，只能打完沫子不冲。后来呀，有一个蛇神听说了她的美丽，就说我要娶她。但这公主已经爱上了另外一个，因为看见她洗澡的时候被她的美丽惊艳，然后对她坠入爱河的一个凡人。公主呢不想嫁给蛇神，就和凡人一起逃跑了。蛇神生气呀，就把他俩给杀了。从此公主变成了这里的一棵树，我们看到的瀑布就是她美丽而伤心的眼泪。是不是有病？哎，就是在全世界童话里，女性基本全有这仨特征：美、无能、狂哭，要么被征服，要么被毁灭。我就搁这听，我觉得就是全世界古老的神话都好像。你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是，他都不认识这女的，他就说听说那女的好看，我要娶她。哎，她居然不嫁给我，让我杀了她。但是在我小时候听到这种故事，还是会觉得，那他都不认识我，他就爱上了我。他们这些男人永远在争夺我。我就爱听。你当你慢慢长大了，你就发现全世界都布满了这种故事，大差不差都是一样。男人在用非常暴力和无脑的行为争夺女性，然后女性被他们这么争夺，是因为她无比的美丽。哎，我只让这个瀑布都忘了往下流的美丽。她永远不可能因为她幽默呀，或者说她那个会珠算呢，或者说跳高厉害呀，那不可能，就是美丽。往往用词很简单，惊人的美丽。全世界童话都是最后这女的她不会是个好下场，她凄美的死去，最后的最后一定是什么玩意儿，就是她从此的眼泪。一定是不是这条河流是她从此的眼泪，就是那个地方老下雨都是她的眼泪。美丽的女人就是这个世界的加湿器。所以我现在听到这些童话都已经不再觉得美丽了，我只是觉得，哎呀，女性成长为什么需要很多年，需要那么的困难？就说是咱从小听着晚上听的，一个美丽的女人在哭泣。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OK？ 但是我先说到这儿吧，因为前边来美景了，我天哪，好美！你们看到了彩虹吗？在伊瓜苏瀑布，我就给大把姐发信息，我说以后像白雪公主、灰姑娘这种童话就别给孩子看了。我就不喜欢这类型的，看点别这么刻板女性画像的东西呗，找点有营养的。大把姐说我同意，今天就办。第2天俩孩子给我打来视频告状，妈妈，爸爸现在不让我们看任何童话啊！这些人本又没头发，又不是爸爸。这是历史啊？什么历史啊？这是唐朝的历史，好好看。不说就割断你的舌头，叫你永远不能说话。皇上在为鄂娘娘施法驱邪。我现在要从伊瓜苏瀑布里穿过去，已经能看见了啊！哇，好美呀！我们现在要冲进这个瀑布，从这瀑布里穿过去，所以我现在得收手机了。好了，我不拍了啊！爱你们，我要进去了。Are you ready？ 好的，现在我们是穿过了这个瀑布，又穿了回来。谢谢你啊！这些人还要再玩一次。根本没人告诉我又来一次啊！我手机完全被拍湿了，那我刚才为啥不拍呀我呀？他们似乎还在密谋再玩一次。我也是没想到能跟你们处到这个份儿上，能让你们看到我这个样子。I'm okay, just cold. 回到酒店换上干衣服。你看看这些盲族，我太喜欢他们躺着的样子。完了，有人裤衩被偷了。
关键是现在大家裤衩的主人就在我左边，别碰了酒就行，拿去吃吧。哎呀，这猴长得太像扎铁了。扎铁妈妈想度个假，来到了世界的另一端，中国的对指点，来到了阿根廷。全世界都是你在抢妈妈的薯片，哪都有你，张大姐。早晨起床看下面的景色，还是那个瀑布，看多美。哎，放我这屋了？那咋就放我这屋了呢？哎，我和我大胖媳妇前两天去体检了，您猜怎么着？你看她那么胖，除了有点脂肪肝，啥问题没有，正经可以对付很多年。反倒是我各种酶都高，全是小箭头。这个原因大概我也能猜到，人家就是开心嘛，心宽命硬嘛。我是一天到晚老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我就老头疼眼睛疼，然后就得老吃药，可能对身体就有影响。很多人看我的视频，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内心非常坚强、不受委屈的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内耗的人。所以我今天想认真的跟你们聊聊我自己减少内耗的过程。那如果你是一个内心坚强、勇敢、积极乐观，每天一醒来满天都是花蝴蝶，快乐如小鸟那么一个人，你就直接划过去，对你就没啥用。我和我女儿分开这2年，应该是我人生最难熬的2年。每次一想到和她见面这个事儿，遥遥无期，没有盼头，我就整宿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我就开始拼命工作。但是工作呢，有顺心的时候，也有参加比赛压力太大更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得吃药辅助我才能睡着。然后今年的前一阵，我老公和我女儿这不就回来了吗？我所有的快乐都回来了，肯定什么失眠、焦虑就都没有。但是你说就不是呢？这个原因，第一，就我和很多看我的妈妈们一样，我是家里的交通枢纽，啥事都找我。第二，就是我心理素质不好，我这个交通枢纽经常就拥堵了。就举一个例子，前几天有一天我出差录节目，原定是当天录完就回家，因为第2天我女儿要在中国第1天上小学，我要送她。结果那天呢，录制就有一些问题，我对我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好巧不巧呢，工作人员把我的机票给订错了，我到了机场回不了家，搁那硬等着。我当时是又累又饿，然后我女儿给我打电话，发现我回不去，就开始哭，说那我不上学，我就得你送，我不去。我一着急呢，我就说了我女儿几句，说完之后呢，我更愧疚。然后这时候我的猪队友老公就上阵了嘛。呀，那个校车的校车点在哪儿啊？就是在马路的左边还是右边呢？那校服的太大，我找谁去兑换呢？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当爸的他咋这么没有用呢？我又给他臭批一顿，批完我又觉得他有点可怜。这个时候我的妈妈又出现了。因为我爸我妈离婚多年，不能共处一室，见面就打。可以这么说吧，我爸我妈离婚18年了，各有各的生活了。但是他俩的战火和硝烟，至今在我的头顶弥漫，永不散去。现在我们在北京，姥姥是好姥姥，姥爷是好姥爷，都想过来陪孩子，但就是不对付，矛盾四起。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事儿，然后又聊起了我大胖媳妇，说她带孩子太含糊，没有责任感，得教育。说人别人家老公外边赚钱，里边顾家，你看你家这个要一头没一头。我本来刚才莫名其妙臭批我大胖媳妇一顿，我心里对她就有愧疚。现在听我妈再一说她，我这愧疚转移了，又跟我妈干一架。我妈说：“哎呀，我跟你俩我真是心寒。”我说：“妈，对不起，我心烦，对不起。”我妈说：“你就是不知足，你还心烦。那别人家老公瘫痪的，孩子上不起学的，人家不活了。”最后，我女儿、我妈、我老公都去睡觉了，我一个人又睡不着了。我就觉得我怎么哪个角色、哪个关系都整稀碎了。然后我又想起了我的工作，我就想，如果哪天我还不好笑了，那你说我这个人就是一无是处。然后就越想，整个人就不好了，你就是咔进死胡同里就绕不出来。你们是不是偶尔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你说咋整呢？你找个人说说吧，你说你其实事儿也不大。人的悲喜本来也不相同，人家也不太可能，也没有那个义务去理解你，所以咱们从小就习惯性的把各种情绪憋回去。但你说憋回去了，这情绪就消失了吗？它不会消失，你的情绪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就像我刚才描述的情况一样，连环吵架，心烦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当时就觉得不行，我这状态不对，我需要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但是我以前也会质疑我自己，哎呀妈，多大点小事啊，还心理帮助，咋这么矫情呢？但我现在发现，你说情绪这个事儿，它真的是一个小事儿吗？而且你说什么叫矫情呢？就非等着这个世界给你发一个焦虑许可证，说哎呀妈，你可太惨了，你可太惨了，你从此你有资格焦虑，你有资格郁闷，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不开心吗？我们的生活都不容易，我们产生任何负面的情绪都是合理的，都是需要疏导、需要关怀的。不要觉得自己矫情 PUA 自己了。我呢，心理学知识我也学，书我也看，但真正心烦的时候，那个书起不到直接的作用。心理医生我也去，有用是真有用，贵也是真贵。而且有时候你真正非常需要的时候，你还得等到下周4。所以就在那段时间，我找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心理学产品，就是暂停实验室的情绪 EBP。我当时是咋知道呢？是我一个脱口秀的同行领着他妈一起做。我当时觉得，哎，我也想尝试，而且我呼吁所有的人都领着咱们的父母一起做心理辅导。我说句实话，咱们的父母如果都及时做心理辅导了，咱们今天可能都不这么急需了。这个暂停实验室呢，是一个为期25天的，在手机上就能自助练习的科学减压计划。我刚练上就非常想给你们推荐。不是说你练上了压力就消失了，内耗就不见了，打嗝都是7色彩虹，从此就是个无忧无虑。想要这种效果，你得上麻药。上麻药，它训练你的是你和你周围琐碎的有压力的环境抽离。它不是上课，也不是心理咨询，是根据临床的心理学研究，把心理咨询里最好的技术提炼出来，然后做成了在手机上就能用的情绪训练。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跟周围环境抽离的这个情绪调节的能力，你得跟着它练才能练出来。
就跟健身一样，它就是一个心理健身。每天2个10分钟的心理学练习，一个是正念，一个是情绪书写，时间自由，有网就行，而且还有前后测，能看出来练习效果。每天练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记得我练到10多天的时候，有一个书写练习，是把你的情绪和想法给它起名，这是帮助你识别和梳理情绪的。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我连环吵架那个情况，那个咱们就把它命名为十字路口大堵车。我在命名和梳理情绪的过程中，我能意识到堵车也不是我的错，谁都堵，放松。同时他帮你捋清楚是从哪儿开始堵，为什么堵的。那这个捋顺的过程中，其实车流就已经走起来了，也就不堵了。你把你的情绪这么书写一通之后呢，再叠加当天的身体扫描的正念练习，你就会非常直观的感受到你的身体、你的情绪到底哪儿疲惫。你真直观的感受完之后呢，也就轻松了，很快就睡着了。人家主创解释了嘛，很多时候咱们这种失眠、暴饮暴食，都是因为你满脑跑火车，注意力不在你自己身上。咱们要练的其实就是这个，专注当下，不被情绪和想法轻易拐走。所以其实我挺感谢我当时做出这决定的。你们也是，当你感觉到情绪有个小感冒，你不要逃避它、忽视它或者去否认它，因为受苦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管是因为什么，赶紧尝试科学的方法调整自己的状态。我其实一直觉得现在人的生活压力确实是太大，每个人都需要专业的心理服务，所以我推荐暂停实验室这个情绪 EBP， 因为它科学又实惠，一个周期几百块钱，其实就是一次心理咨询的价，你也不用担心在手机上练全机器人没人管你，全程有真人答疑，很周到，而且支持无限次复训。提醒一下，他们每个月就开训1次，下次的时间在这儿，小黄车下单还有50块钱优惠，试试看，我希望大家都能开心一点，我等着你们的反馈。